大家好，我是妞妞。之前我跟大家说过，生理期这个吃法一定要讲究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生理期应该怎么吃。这个生理期吃法，第一是说，在生理期当中，你会有一个假性肥胖。这个假性肥胖怎么把它控制下来，而且让它在生理期结束以后迅速的降下去。还有第二就是说，在生理期完成以后，你会为下一次我们再减肥打下基础。这个生理期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是巩固我们在生理期之前减下的体重，第二是在生理期之后，我们又有新一轮的减肥。为这个新一轮减肥做下基础，打下好基础，这两点，所以在这个生理期当中，一定要吃好养好这两点，吃好吃的，然后养好身体。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吃的，吃了一些什么，禁忌一些什么，方法是什么，这一系列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视频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，看看我是怎么吃的。今天吃火锅，玉米、豆皮、金针菇、小青菜，带虫子眼的小青菜，这我在菜场买的。这个白菜，这属于小白菜吧。还有一点猪红，一点肉丸。炸腐竹，这个是我自己炸的，买的腐竹自己炸的比较好。一点粉丝，对，还有一点土豆这里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。昨天还有西兰花，然后今天吃没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菜品比较简单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，就是这些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这个火锅里边没有什么特殊的配料，就是一些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常吃的一些白菜啊、油菜啊，还有一些豆腐啊、蘑菇啊之类的东西。吃火锅的时候，大家基本上都吃的这些东西。那为什么在我们生理期的时候吃火锅能减肥呢？能起到帮助减肥的作用，而且能减轻体重呢？这个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宝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奥秘的东西，其实就在于方法上。生理期之前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减肥期的。这个减肥期我们吃东西相对比之前的话是少很多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虽然说帮助它就是吃一些食物，帮助它肠胃呢蠕动起来，但是它还是做不到完全把这些肠胃残留残渣都带下来的。在我们生理期的时候，我们就吃这些蔬菜，煮熟的这些蔬菜就能帮助我们把这些肠胃的残渣非常好的清理下来。在这个生理期当中吃这个蔬菜要怎么吃，要吃什么样的蔬菜，我现在说一下。就是在我们平时吃火锅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爱吃，在关东煮里有那个萝卜块，煮得很软了，然后味道也很好，能满足减肥期的人就是对味觉的这种需要，以及你会看它的卡路里特别的少。如果你按卡路里吃的话，你会觉得哇，它特别的少，我吃一个萝卜块我绝对不会增肥的。那即便是我吃10个萝卜块我都不会增肥的。其实你真的是误区了，就是萝卜是下气的。如果你吃过中药的话，你会在这个像同仁堂这种中药，你会在它的说明书上看到，如果你吃补药，上面就会写忌吃萝卜，绝对不能碰萝卜。为什么？因为萝卜不是补品，它是下气的，说不帮助你身体越来越补养。所以你身体越来越补养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劲儿推这些东西，因为你肠胃没有力气了。所以一定不要吃萝卜。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，大家都特别愿意煮点萝卜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吃。第二点是海带，大家也都特别喜欢吃。我们平时吃火锅呀、关东煮啊一些煮类的东西里边全都有海带。这个海带呢，其实味道也还不错，而且帮助身体，它含碘嘛，对身体也很好。大家也说，如果您按卡路里卡的话，就会说我卡路里也很低呀，吃海带吧。千万不要吃，这个海带不好消化。第二，它是寒凉的东西，
对我们这个进补没有任何好处，它比较凉性。所以在这个期间呢，您注意一下，您吃火锅的时候不要吃这2样东西就可以了。那蔬菜的选择呢，就是您平时爱吃一些什么青菜呢都可以，但一定要把它煮熟，煮熟了以后您再吃。然后这个青菜您可以做的稍微大一点，就这个叶子呢不要弄得特小。当然了，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一般叶子都比较大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您吃下这个煮的软烂一点，或者是烫一下就吃，这都没关系，看您个人的口味。这个时候您吃下这个火锅这个菜的话，就会觉得身体也特别的舒服，肠胃里都特别舒服，暖暖的感觉特别好。尤其是我们生理期的时候，身体比较凉，就是凉的东西我们都不想碰，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您吃下去这个蔬菜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全身都暖暖的，特别的舒服。这个蔬菜跟大家说的这一点啊，其次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汤头，就是我们煮火锅的这个汤头。我给大家拍了一下这个汤头，我是怎么做的。我这个火锅汤头里呢，我是放的是羊肉。这个羊肉呢，如果您那边能买到瘦一点的羊肉的话，您最好用瘦一点的羊肉，但是不能一点油脂都没有。这个羊肉的油脂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，也是起到一定的进补的作用的。所以说，您可以用一些肥瘦，但是瘦肉多一点，脂肪少一点嘛。但是您一定要用羊肉。这个羊肉呢是补气，然后也可以帮助补身体。因为我们在生理期的时候，身体流血挺多的，然后这个身体胃凉，如果说不能吃凉性的这些肉，一定要吃这些温性的这些肉。所以你用这个羊肉去做底，羊肉汤去做底，一是它本身就是热的，第二它这个是暖性的东西。你把这个蔬菜吃下去以后，它会帮助你这个肠胃去蠕动，它有劲儿了，有力气了，会帮助你这个肠胃去蠕动，你可以把这些残渣都排下来。这个就是说我们吃火锅的这个方法。还有就是一定记住，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都爱喝冰啤酒，对吧？就是冰饮料，这个时候您一定不要喝，一定千万记住不要喝。喝了以后呢，就是我们做这些工作全都白费了，不会帮助你把这些东西代谢下来，你只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好，而且你还会胖。要是说按这种吃法的话，你不会胖，你还会瘦。等你经期完了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慢慢的恢复了，是我之前减肥时候的体重了。你不用刻意的去减，它就会恢复了，因为你把身体补养好了，它停留就是它能正常运转了，已经不再说动就不想动了，然后累了，不是这种状态了，已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了，而且它身体暖了，它有这个自己循环的这个功能了，所以你慢慢的那个生理期完了以后，你身体也恢复一个正常了，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身体特别的舒服。这个生理期你过得非常的好。第一，你不要吃这些凉的东西；第二，你吃了一些非常暖胃的东西，让身体越来越好。所以在这个生理期当中，你就只需要吃1到2次这种火锅，就是羊肉打底的这种火锅。那你大家也看到我这个火锅里又放了一点枸杞，然后整个的桂圆，还有几个大枣。这个整个的桂圆呢，我之前在这个银耳当中我放的是里边的桂圆，对吧？桂圆肉。这次我放的是整个的桂圆，因为这整个的桂圆不寒也不凉，你就不寒也不热，你就把这个整个的桂圆放进去，它也起到一个进补的作用，但是它不会那么的热，因为放在羊肉里嘛。然后那个枸杞大家都知道就是平补的，不会说对身体有那么燥热。大枣也是一样，因为咱们不吃它，只吃一些大枣皮泡出来的水嘛，放一点这种打底，而且放一点姜片，一定要在这个火锅的这个汤底里放一点姜片，这个姜片有助于去掉这些寒气，然后让这些热的东西起到作用对身体。基本上你吃1到2次又解馋了，长时间吃不到口味重的东西。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，也可以吃一点，这都不影响的。因为减肥期嘛，很少再吃一些这些辣。如果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吃一点辣椒，你会觉得身体特别的舒服，而且还特别的好，满足了口腹，然后又能减肥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办法。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。
非常非常的棒。你吃完了以后，你会觉得你身体完全有变化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在生理期的时候你要怎么来吃饭，而且吃一个什么样的饭，什么样的正确的饭，能帮助你减轻体重，以及说能帮你越来越好受。就是你做这些工作，其实都是帮助你下边在减肥打一个基础。所以说这个基础呢，尽量打好，不要说荒废这段时间。这段时间虽然我们不往下减重了，但是一个我们给身体打基础的时候。那你打好了基础，你之后的减重就越来越通畅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减。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去打基础。大家记住了吗？好。那这期呢，就是说我分享一些这些，我觉得非常有帮助，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，觉得怎么样适合自己，可以稍作调整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，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话，都可以大家互相交流。那就这样了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